大家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一个深度类神经计算及应用哈。那今天呢，我们要看什么？我们要看这个第5章哈，那个内容是讲 learning algorithm of 什么样呢 multi layers， 就是说前面都讲单层，那现在准备讲多层，因为多层的那个类神经网络的结构会比较丰富，可以设计比较多一点的那个应用问题这样哈。好，所以我们这一章呢准备来学习这一块。那在 5.1 里头的话我会先讲还是把这整个 architecture 讲清楚所以我们的主题叫 The Multi-Layer Architecture for Big Propagation Learning 那这里也可以写成 Multiple Layers 就有2种写法那看你高就用哪一种方法就用哪一种方法所以我目前暂时在这边写成 Multi-Layer 的一个 architecture。那 Big Propagation 这是个被传导，是我们在学习这个类神经网络里头第一个阶段继LMS 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这样所以在这一章呢，我们会花多一点时间把这整个符号跟整个演算法讲清楚，包括它简单的数学模式的那个推导跟各位讲解一下好，那这样没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那因为这个它有它的重要性这个我也在前面讲过，在1960年代的时候的末期的时候有一些学者讲这个类神经网络无用论导致于70年代这个第一批的 AI 出现。那可是 AI 在70年代算到80年代的初期都不是非常成功，所以到80年代的中期这个 Neural 又再起来了那到底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就说主要是因为在了80年代的中期的 Big Propagation was proposed， 就说被提出 to solve the learning algorithm of multi layers， 也就是说这个被传导的方式被提出来干嘛呢？他要来解决他要来解决这个好，他要解决我们这些相关问题有没有？好，把它比较出来来解决这个什么呢 multi layers。 他解决这 multi layers， 就是说前面那个单层很简单，它多层起来那个非常复杂，可是很复杂我没有办法设计演算法也是不行的所以被这几位学者这个Rumil Hart、Hilton、Williams他们大概在前后发表好多文章大概在1986、87相关的文章里面就提出这一些演算法出来所以那个年代我们在当博士生的时候也都要投很多时间去研究他们的相关的论文这样那到了1993年的时候Eric Wang 那他赢了就是赢了一个国际他赢了一个国际的比赛那这个比赛是什么？是 pattern recognition 这个常常会有一些open problem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在国际比赛里头他利用这位先生利用这个 Big Propagation 的方式去设计他的演算法，那就赢得了国际的那个大赛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所以 this show that this model had a good potential， 它具有一个好的一个潜力，所以 potential 就是具有好的潜力 to realize an application， 就是说它这个被 propagation 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它具有不错的一个潜力那可以让我们来怎么样设计我们的应用问题所以慢慢的从80年代到了90年代，整个类神经网络的话又被大量的这个注意这样好，到底什么原因还有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那这整个在这个发展的过程里面那中间我们面临到最头痛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面临一个叫做 vanish 的问题 vanish 跟那个什么 exploding 的问题这个所以 Big Propagation 在80年代被提出来，它具有那么好的一个 potential， 到90年代又被人家证明它是不错的。可是后来慢慢的发现呢这个 Big Propagation 的learning algorithm 有2大问题，一个叫 vanishing 跟那个 exploding。那 vanishing 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会消失掉的， exploding 就会爆炸的问题那细节待会我再跟各位做说明因为这2个问题的话很多人就开始对这个 Big Propagation 产生怀疑，但是不用 worry 因为它在80年代被提出来，它只是一个很基本的雏形，所以慢慢就很多的怎么样，很多 improvements has been proposed 包括现在大家的那个深度学习在2000年之后大概在2006年之后这个被提出来的方法都是要改善所以整个后面我们会有几章会讲到深度学习，它后面的1-2个 layer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一个
传统的这个什么 neural network 哈，所以它有它的好处嘿。那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两大问题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 some weights are growing to huge value 哈，就是说 exploding 的意思是说，当我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会去改这些 weight， 一直改，改的话持续的改。那有一些的话比较被重视的 weight 的话，它慢慢就变成 huge number， 就会 exploding， 整个爆炸，会爆炸掉嘿。那可是有些怎么样呢？被人家歧视的，就认为他对整个学习有障碍的，或学习不利的，他就慢慢的给他减到后来怎么样？这个变成一个 small number， 那甚至不见了，好，所以整个的一个网络结构就会变成畸形这样嘿。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两大问题，叫 vanish 跟这个是 exploding 的 problem。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做工程的设计的话，就是有应对进退的好方法来对付这一些这个相关的问题哈。好。那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它发展的历史。所以这个现在几乎在设计的时候，那个 multi-layer 这个非常的重要。原因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后续这个 revise big propagation learning 就是我们一直把它改善，到底网络的结构怎么改，那层次怎么弄的话，这个 is still 什么 a popular solution used by a lot of AI system。也就是说AI 系统最后还是很喜欢这个 big propagation。所以会有一直不断的持续一直在怎么样，在修正在 revise 这个 learning algorithm， 所以这个是各位一定要注意的所以研究说现在讲做 AI 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 GPU GPU 的 base 现在越来越便宜像以前我记得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这个20-30年前刚开始做研究，很多的那个 computing machine 动不动就几百万那甚至有上千万的这些设备这样所以那现在的话大概几万的，顶多是十几万，那再贵也是到了接近100万级所以像说我这边就是去抓一下这个 NVIDIA 的官网站里面的那个 GPU 那这个都很新的那个 GPU 那我们在做 neural 的 learning 的时候，就会买这种算也不是低阶，我们都买中阶的因为高阶也是要几百万所以我们就买一些中阶的这个 GPU base 的这一个 hardware 来 implement 来帮我们这个做计算这样所以因此呢还是值得我们这样 was pay much attention to study this model as a fundamental knowledge， 也就是说它是我们的什么？它是我们的基本知识所以这个是还是很重要的要在这个领域里头的话，你还是要有几把刷子不能只会兜它的那个应用模组那基本的这些理论呢不太懂的话，也没有办法做一个适度的修改你的这个系统架构所以这个我还是建议同学可以花点时间呢，把这个最重要的几个 learning model 把它读一读这样好，那很快我再把前面的符号再复习一遍就是说多层的，那多层里面最大头痛点就是怎么样？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这是我们的 input layer 那注意它的表现方式，注意它的那个整个的一个模组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layer 这个 hidden layer。再注意到它的 layer 是第三个 layer 那这个第四个 layer 是我们的 output layer， 所以在这里头呢，你可以看到还有注意它的 weight 那它是一个什么2×2的矩阵是2×2的矩阵，那这是个3×2的矩阵好所以你看它这个3×2的矩阵，那这是2×3的矩阵所以上次我有一次这个地方打字没有打好所以跟各位同学注意，就是说请你们注意一下这些符号的一个表现方式，要注意它的一个变化这样所以这个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还有包括它的那一个 output 第一层 output 就是它写一个 A1 那如果说它是向量的形式，它就是一个向量的形式这样然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是我们 A2 第二层的一个结构所以这个符号你们就自己特别要注意一下它的变化这样那最后的话就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 output layer 我们的 output layer 在这里，我们的 output layer 在最后一层是我们的 output layer 所以这一层是我们的 input layer， 同学注意一下那这一层是我们什么 hidden layer， 那这一层也是我们的 hidden layer， 那这一层呢，这一层是我们的 output layer， 所以总共有2层 hidden， 那我就说故意多画几个图给各位看，那引起各位同学的注意那这个细节呢，我们再仔细再很快又再 review 一下，比如说我要这个图，我就把它刚刚再做一下，那中间这个的变化就特别注意一下，尤其是当这个 node 的时候因为一般我们在写成是一个向量形式或矩阵形式，同学可能脑袋瓜会一下子转不过来，所以这个最后就是针对这一颗 neuron
第一个运用器做的这个符号，也就是说它是计算完以后再 summation 起来，就这一块有没有？然后再做一个什么 transfer function， 那有些叫 activation function， 所以这两个名字后面各位都会慢慢的注意到这样好，所以这个告诉各位说用细开细项的一个计算符号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到，这个在打字的时候就确实要小心因为我在校稿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有时候不小心没有打好那这个没有关系，反正这个后续各位同学你们在处理的时候特别注意。那尤其这一个我参考很多这个书那我们以前在读数学很喜欢这么写但是这里的话，作者为了要筛很多比较麻烦，我用的参考那本课，他要写一个 comma 所以我这两个符号我常常会把它混在一起用，那同学就要稍微包含一下那传统的数学课本是用这个符号，那可是我们要 programming 的话，要清楚的话就会标榜这个符号的写法这样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问题那一样的道理你可以看到往下算那这个是第二层的 hidden layer 你注意它的上标它的上标的一个写法它这个注意它第 S2 个 neuron 里面的那一个跑出来的这个计算值那再送给这个 transfer function 那最后就变成它的 output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那最后一个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怎么样我们的那一个这个 output layer 我们看出来这个我们的 output layer， 所以相关的符号大概都是这个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同学原则上就是说，把我讲过的这些相关符号，再利用这一节呢，整个再复习一遍那再把那个简单的我刚刚回顾的历史跟各位同学做了一个说明，这样好，那我们呢这一节就先讲到这边为止那中间因为涉及到好多 wiki 的那个知识跟那个早期的那些发展的历史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去从这几篇的那一个几篇的参考文件里面再继续去研读它这样子那这个大概就是我刚刚讲过说我大概我长期在教书用的一本课本那也还不错所以我就截取它的精华再把它重新改写改写成比较适合各位看的符号那让整个的课程看起来会很简洁而且又很容易了解好，那我们呢5之1呢就先到这边。